我家保姆把我2岁女儿遗留电梯，导致我女儿坠亡。我永远忘不了樱桃坠亡前撕心裂肺的求救。2022年6月14日晚上8点多，浙江杭州，一个不到22个月大的女童被保姆独自遗留在电梯里。监控拍下了最后的一幕，小女孩在电梯门关闭后哭着喊阿姨。电梯自动上行到8楼，她跑了出去，爬上过道的窗台。窗台底部只有约49厘米高，对于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来说，那几乎不是障碍。几秒钟后，她从8楼坠落，结束了她短到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生。她叫小樱桃，很甜的名字，但命运给她的只有苦涩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在小樱桃出事1年半之前，杭州还发生过另一起极其相似的悲剧，同样是一个2岁的女童，同样被保姆单独留下，同样从高楼坠亡。那个小女孩叫米粒，给她取名的人希望她像一粒米一样被珍视，被喂养长大，可她没能等到长大。一个家庭失去孩子是天塌了，2个同样失去孩子的家庭不约而同地问出同一句话：是不是这世上有些错，错得再大也不用真的付出代价？今天我们就把这2起案件放在一起，从头说起。2020年12月15日上午，杭州保姆梁某花独自在家照看雇主谢女士2岁的女儿米粒。她把米粒带到女儿家中，然后锁上门，独自返回雇主家去取尿不湿。不到5分钟，她在心里盘算过，来回也就几分钟，孩子不会有什么事儿。但就是这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，米粒爬上了卧室窗户，23楼没有任何防护。等梁某花回来时，孩子已经不在了。小樱桃案发生在大约1年半之后，2022年6月，陈长江一家为不满22个月的女儿小樱桃请了专职保姆吴秀芳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请保姆，选的是中介推荐的高级母婴护理师。6月14日晚上8点04分，吴秀芳带着小樱桃从15楼坐电梯下楼，说要到楼下玩滑板车。电梯里，吴秀芳一直低着头看手机。电梯到1楼后，她拉着滑板车先走出电梯。电梯门开始关闭时，她才反应过来，回头用滑板车试图挡住门，但门已经关上了。电梯里，小樱桃开始大哭，一直喊阿姨。电梯在1楼停留了约30秒后自动上行，最后停在8楼。小樱桃跑出电梯，消失在楼道尽头。2段监控视频，2个2岁的孩子，2种同样让人心碎的结局。小樱桃的父亲陈长江后来反复看过那段视频无数遍，每一次看都是在揭伤疤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反复揭开自己伤疤的那段时间里，一个他素未谋面的女人，米粒的妈妈谢女士，正在另一个城市做着同样的事。孩子没了，总得有人替他们讨个说法。小樱桃的父亲陈长江在女儿出事后的1个月里，连发47条视频追忆，头发1个礼拜就白了大半，身体瘦了20多斤。但他没有垮，他一直在等一个结果。2023年4月18日，小樱桃案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保姆吴秀芳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过失，表示认罪悔罪。陈长江在法庭上补充提交了新证据，希望将罪名从过失致人死亡改为更重的间接故意杀人。他认为吴秀芳在事发后隐瞒了孩子所在的楼栋，导致搜寻被耽误，错失了抢救的最佳时机。事发当晚，吴秀芳还曾到医院撒谎，称孩子是返回电梯捡树枝被关进去，试图撇清自己的责任。1个月后，2023年5月18日，一审宣判，法院认定吴秀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。陈长江当场表示不接受这个结果，将申请抗诉。他手拿判决书前往小樱桃的墓前悼念女儿，在墓前痛哭自责，爸爸没用。而米粒案的司法过程更为曲折，
2021年10月，杭州钱塘区人民检察院对保姆梁某花作出了不起诉决定。检方认为梁某花过失致人死亡，但犯罪情节轻微，自首、认罪认罚，不需要判处刑罚。米粒的妈妈谢女士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她委托律师向杭州市检察院提交申诉书，继续为女儿讨公道。2022年5月9日，也就是小樱桃案发生前1个月，法院终于作出刑事判决，梁某花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。相对樱桃案的一审即判，米粒案的家属多走了一段更漫长的路，从检方不起诉到申诉成功，再到最终判决。后来米粒妈妈谢女士提起民事诉讼，将保姆、保姆女儿女婿、小区开发商及物业公司等7方告上法庭，索赔约161万元。但一审民事判决只判了保姆赔偿25万元，驳回了对其他6方的责任认定。保姆女儿自愿额外补偿20万元，被谢女士坚决拒绝。谢女士说，没能给女儿一个交代，等了1066天的民事诉讼，还是输了。两起案件的刑事一审判决结果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表现良好，他们甚至1天牢都不用坐。法院的判决逻辑不难理解，在司法实践中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保姆的行为属于疏忽大意，并非故意。自首情节、认罪悔罪、家属代为赔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，适用缓刑在法理上并非没有依据。但理解归理解，家属不接受。对于米粒案来说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在最终判决之前，检方曾一度决定不起诉，这意味着如果家属没有坚持申诉，保姆梁某花甚至不会留下任何刑事案底。一个2岁的孩子，一条鲜活的生命，一个受过专业培训的家政服务人员，因为几分钟的侥幸心理，让一个家庭从此破碎，这样的代价真的只值缓刑2年吗？小樱桃的父亲陈长江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让很多人破防的话，他说他没有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，也不想要钱，我只是希望他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，规范保姆行业，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。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以后肯定是要去做的。我们希望通过自己一点点的努力，能够真正的让这个行业能够规范一些，能够培养出一批有爱心或者有责任心的保姆。米粒的妈妈谢女士则走上了另一条维权路，在刑事判决和民事诉讼之后，她还在继续申诉，而保姆的女儿反手起诉她名誉侵权。案件从2023年一直打到2025年，经历了2审。一审法院曾认定谢女士存在侵权行为，但没有支持保姆女儿的任何索赔请求，驳回了全部诉求。2审庭审中，谢女士拒绝接受调解。谢女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话，我把女儿的名字取作米粒，是希望她像一粒米一样好好吃饭，好好长大，可是她没能长大。2起悲剧中最让人难过的还不是判决本身，而是那些隐藏在判决背后的家庭代价。小樱桃案发那天，樱桃的妈妈正陪樱桃的姥姥去医院做化疗，姥姥得知外孙女出事后，陷入了极度的自责。她认为是自己非要去化疗，才耽误了女儿照顾孩子，才让悲剧发生。尽管家人一再宽慰，但姥姥始终走不出来。2023年1月30日，樱桃的姥姥因癌症去世，至死她也没有等到保姆一家的一句道歉。樱桃的姥姥去世后，陈长江把她和樱桃葬在了一起。他说，希望有姥姥陪着樱桃，他就不害怕了。陈长江一家至今保留着樱桃的房间，她的水杯、衣服、娃娃都在原来的位置，衣服上还有她的味道。陈长江每次走进那个房间都会崩溃。他和妻子外出看到小女孩，或者在短视频中刷到女童受伤事件，都会出现不适。9岁的大女儿也变得小心翼翼，不敢惹父母生气。一家3口都在看心理医生。米粒的悲剧则延续得更久，
保姆女儿在案发后反诉米莉妈妈名誉侵权，从2023年一直打到2025年二审。在法庭上，保姆女儿把米莉妹妹的生日宴视频作为证据提交，而那个生日恰恰是米莉的忌日。谢女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本来很忌讳生日这个事儿，去年12月是第一次给米莉的妹妹麦子过生日，是想积极面对生活，跟自己和解，没想到被对方作为新证据提交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米莉去世已经5年多了，至今还在殡仪馆。”谢女士说：“等一切官司结束，接她回家。2个孩子都走了，留下的家庭，一个把女儿和外婆葬在一起，说让外婆陪着就不害怕；另一个女儿还在殡仪馆，而她则在女儿的忌日那天给活着的孩子过生日，想要重新开始生活，却被一纸诉状又拽回了深渊。这就是这2个案件留给我们最残忍的一面。法律的判决结束了，但人的痛苦远远没有。2起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的疑点被家属反复追问：窗台。小樱桃坠落的8楼过道窗台底部只有约49厘米高，还不到一个成年人膝盖的高度。这样的高度，一个22个月大的孩子只需要稍微攀爬就能翻过去。事发时，窗台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。一个建筑业内人士分析说，按照规范，该位置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，但开发商、物业、设计方谁都没有被追责。陈长江曾多次呼吁让不合格的楼道窗台设计改过来。他说：“我每讲一次都是折磨，但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详细情况，让保姆行业正规起来，让不合格的楼道窗台设计改过来。”米莉案同样如此，米莉坠亡的23楼，保姆女儿家在装修时违规拆除了阳台的飘窗防护栏，但法院在民事判决中认定，屋内是私人空间，拆除护栏的行为没有侵害他人或公共利益，不构成侵权。换句话说，一个2岁的孩子从没有护栏的23楼窗户掉下去，那是看护人的错，不是装修的错，也不是开发商的错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窗户有护栏，如果过道窗台不是那么低，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，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？2018年，长沙曾有一个6岁男童从没有防护栏的15楼窗户坠亡。2019年，一个4岁女童从出租屋窗台意外跌落。2021年，一个3岁男孩从没装防护网的窗户坠落。每一年都有类似的事故发生，而每一次事故之后，我们都会讨论窗台高度标准、护栏缺失、物业责任，但我们讨论的永远只是个案，没有一次真的推动了标准的修改。小樱桃的父亲陈长江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，他说：“女儿离开了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政行业规范起来，这是支撑我到现在的一个信念。”米莉的妈妈谢女士则说，她和同样因保姆过失而失去孩子的家庭抱团取暖，呼吁全社会关注保姆带娃安全。他们在用自己的伤口为别人筑墙。可惜的是，大多数时候，这种墙只有等到下一个孩子掉下去，才会再一次被重视。2020年12月15日，米莉从23楼坠落。2022年6月14日，小樱桃从8楼坠落。他们之间隔了1年半。米莉的妈妈谢女士后来怀了第3个孩子，她给孩子取名麦子。她说：“认真的活着，陪着麦子长大，迎接这个新来的小家伙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”樱桃的爸爸陈长江还在坚持，他说他会把女儿的事儿告诉更多的人，让保姆行业正规起来，让不合格的楼道窗台设计改过来。案子判了，判1还2 ，25万赔偿，这大概就是法律能给他们的全部。2个可爱的女孩米莉和樱桃来过这个世界，留下的是2个破碎的家和无数个如果当时。希望这世上没有下一个米莉，也没有下一个樱桃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